一杯热酒问长空，山河万里笑谈中，恩怨情仇皆消融。心归何处谁是同？寒暑经年几风光，金戈铁马笑长空。只愿此生化作风，吹散人间万古痛。此北京苍穹，今孤勇，今离人，今归舟。就算有3000个日月春秋，够不够饮尽这杯太平酒？宁海雷氏家主雷军、永廉何在？小人雷永廉，请郎君吩咐。去岁3月初6，由台州营田司作保，出粮米2167斛，又36斗，带于宁海县海油镇、长宁、上东、小鱼洼、陈屋、丰远、平波6个里寨506户，待期1年，岁息6分6厘，可对？小人有罪，不该听信了前任县令高明甫的言语，想着趁着灾年，再为族中小辈置办些田产事业，这才鬼迷了心窍，存了夺人田产的卑污心思，牵了这带粮的妻子，还请郎君看在我宁海雷氏素来奉公守法、不堪妄为的份上，治小人一人之罪，宽宥族中恕众。依保期上所约，本息合计粮米3613斛，又33斗3升。你拿着代契来找本县新任县令秦民甫做具节凭证。作罢，你便可以领着人去张安港，把那些粮米运回家了。怎么，没带人手和车子？雷太公，请起。无妨的，请起。县衙里的巡定义夫皆在此处，粮食也不会长腿。您只管遣小厮从人回去，换人雇车来运便是。雷太公，随我做个具节凭证。来。雷永廉，小人在。这个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弈务用了印信的谍照。自今日起，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。雷氏于灾年带粮，纾朝廷之困，济百姓之危，放粮最多，出力最大，故此朝廷特许嘉奖，允雷家试享海上之利。10担船以下3年免税，10担以上100担以下20税1，
100担以上，10税一。主公，可看清楚了，这谍照上有本官的亲笔具名。凭此谍照，雷家便是我吴越国户部在册的商户了。谢过郎君。敢问郎君，是只有雷氏有，还是凡是带了2米出去的人家都有？你是哪家？松门山甘氏，甘月，请郎君恕小人无礼。松门干氏带粮1572斛，又81斗；阴环带子2621斛，又35斗。对，这是你家谍照，户部用印，本官亲笔具名。台州博弈务特许专营。小人代甘氏一族，谢郎君厚恩。妾说在此，愿与俱结。青天在上，多谢郎君厚德。郎君实为我台州黎庶再生父母啊！凡是今日到场的，你们尽管拿着带器来此处聚结，领2米，奉谍照。本官此举是请了大王教命，当场对允，童叟无欺。至于那些今日没有到场的，所带2米便只能依原数发还。谍照和岁息就万万不要想了。郎君所言，至允至当。郎君所言，至允至当。究竟如何？说实话。大王劳累过甚，体气虚弱，内外不顾，风热克肺，正夜成痰，损伤肺经。说人话。看大王的症候，像是像什么？费用。费用？郎君，大王平日心火太重，痰热积摄，蒸灼肺腑。日子久了，成了血瘀，血瘀的久了，肉腐化脓，便成了痈。你就说这个病能不能治？郎君容禀，肺痈之症，方子并不难开。体气盛壮之人，只要将肺腑之内的淤血化开，再将痰液和脓血吐出来，便不会再发高热，慢慢将养3、5个月，也便就养好了。是。阿弥陀佛。既然如此，你们2人随我到外殿开房子。你们说的什么屁话？什么叫体气盛壮之人？你们只需照实说。以大王的身子骨，这病能不能治好？照实说。我保你2人无罪。若再有半句虚言，便到内衙间去说话。大王时少事烦，恐怕
开房子去吧。管好自家的这张嘴，莫要误了河族上下几十口人的性命。是。九郎做了台州刺史，均谕各户农人小支，待子拒结官饮，粮债一笔勾持，天气即日发还，河晏兵败他时，各自安回乡里，错误今岁春时。各位父老，敬请宽心，这些债子，九郎君都替各家各户还清了，本息也都结算明白，万不会再有任何的差错了。还债子的粮食，可是九郎君夫人的庄稼。日后若有人再敢抢夺你们的田土，便是抢郎君夫人的庄稼。九郎君长生不恩所在。我们要去见九郎君，要事相商，瞒着我们做事。别吵了，郎君正在里面商议，这件事情再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估计就会有结果。耽误了事情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沈别驾，那些都是台州的乡子士族，许多人身上还挂着朝廷的散制，如此一体，拦在宫厅之外，伤了乡议人情不说，这朝廷和九郎君颜面上也不好看呢。那谢大师以为该如何处置啊？200-300人都进来，挤也挤不下。可使彼等推举出10个人来，进宫厅来，向别驾陈情。既如此，有劳谢大师与宫厅外的诸君商议吧。诺。沈别驾自周至发来的札子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周成出事了。照他们来的时候，一个个推病因故不肯来。如今看见吃了亏了，一个个又急了眼。说起来，也是几百年、上千年的氏族豪门，自幼饱读圣贤书，为了这些许蝇头小利，身份不要了，名声不要了，连脸面都不要了。蝇头小利，你说的真是轻巧。你知道吗？一条100代以上的海船，扶桑也好，高丽也罢，那买卖一趟出去2-3千银绢的出息，这放在凤凰山下西湖边，能购得一个资珠堂般的宅子；放在宁海，那也能买下10来顷的地呢。这些人啊，祠堂里面供奉的是孔夫子，心里头惦记的是孔方兄，他们手里握着台州将近3成的人丁，将近7成的田土，将近9成的财货。你真把他们给抛了，往后什么实在事儿都做不成了。哎，你说得多少彩礼，才能让岳母不恼我了呀？到旗子以前，10万两银绢足够了。现在多少？现在的话，吴越国的王冠足够。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。你瞧你怕成什么样了？我可不想当什么王妃。这劳什子是真难弄。今日来的都是州中显贵，族中上下各有几百上千口的人丁。朝廷与台州通港设博一物，我等甘愿竭诚报效，相助其事。去年带出去的粮米，本就是为了解朝廷之困厄，即
敌数之危难，谁家也不曾指望那点子本息生利，利息也好，本金也罢，只当是给大王和九郎君做了捐书献纳。今日在此的294户同道，共计2366张代契，就在宫廷之外的箱子里。只需别驾一句明白言语，便可抬进来，任由勘验。诸君的意思，沈某听明白了。只要能参与博弈物之事，这去年的粮代不但利息不要，连本金也不要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正是此意。这是我台州上下对大王和九郎君的一片拳拳致意。这利息嘛，九郎君有言在先，诸君也未曾赴上元日宁海之会，本就没什么利息。至于这本金，朝廷有信义，绝不会肆意盘剥民财。诸君请放心，1升2米都不会短少了诸君的。哎，博弈物，诸君真的是来晚了。这九郎君赴任台州，户部只给了九郎君100张用印的谍照，上元日便都发完了。诸君若是再有所起，怕是要去西府王都寻户部和大王说话了。儿戏可找大王呢？如何呀？今日这2366份带粮的契书，本官怕是见不着了吧？这是全部啊？是。2366份代契和粮米386672斛，又82斗3升，全都在此了。好大的手笔呀！确实大手笔啊！台州故事乃吴郡故事的旁支，800年的望族，有这10户居中作保，台州那些地方富户们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。这一手做的确实漂亮啊！放下身段，做小伏低。我这个台州刺史刚刚上任，面子也有了，里子也有了，若还是冷言相对，喊打喊杀，是有些不通情理了。啊哈！千年之族能绵延至今，自有其存身立命之道，其底蕴不是那些新兴之家比得了的。便是这10家？是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安抚了这10家，其余200余家皆不足虑。有这10家居中联络，纵横捭阖，即便是有人要闹，也成不了大气候。那我便给他们这个面子。这10家谍照照发，与上元日发出去的86家谍照一视同仁。但也不能白发。先生知我，当然不能白发。其余200多家，从今岁起，这10年内的秋赋，就由这10家包了。包税？对，包税。郎君深思啊，包税乃历来行政之大弊，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上的高门大户，将朝廷赋税之权赋予他们，等于给了他们领土治民的权柄，其中有不孝之辈，轻则鱼肉乡民，重则荼毒百姓。
若有人心怀异志，图谋不轨，机临良末，聚敛私兵，进则窥伺神器，退则割据地方，后汉崩裂之祸，恐陷于我无越之地啊！子谦，高门大户包税诚然是弊政，可先征后粮难道就不是弊政了吗？至少不必忧心州县胥吏会造反割据。州县胥吏自然没有造反割据的本事。台州偏僻，未必能出军阀和藩镇；然则苛政猛于虎也，却说不定会逼出私销和流民。不要忘了，这黄王之乱不过几十年前的旧事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就算是先征后粮，难道州县的那些胥吏就能撇开这些高门大姓自行其事了？那私底下不一样是要包给他们。到那个时候，好处他们拿了，那百姓的怨恨却都在官府这儿。倒不如都摆在明面上来，额定一个数目，每年秋赋只管与这10家去要，丰年不增，灾年不减。即便这10家个个黑了心，那盘剥的也只是那200多家地方大户，恨也好，怨也罢，都由他们自己担着。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放着州县官府在，难道苦主不会自己来告？或惩或罚，皆有朝廷律令在。若这般，还是能弄出裂土割据的藩镇来，那我也真是佩服他们的本事了。此乃大小相治之策，若朝廷应对得当，10年内出不了大乱子。副帅，回来了。哎，还顺道？哎，还算顺道。哎，李谷亲自押粮，路上还走了趟白马线，账目和损耗上没有太大出入。李谷亲自跟你交接的？是的，这路上还满肚子牢骚呢。对石榴叔和李国舅没几句好话。哎，还有胡椒和茱萸吗？都吃光了，凑合着吃吧。行。末将赵匡胤，奉命请见。别郎，进来。参见枢密，参见大将军。别郎，这是给冯令公的书函，你替我回趟京师，顺便看看父母，接见婚嫁。末将领命。吃过饭了吗？好歹吃一口啊！天气冷，肚子里有食儿，心里不慌。那，哎，此番回京，在家里安生住上几日，不必着急。若有闲暇，就到枢密府上给你嫂子报个平安。可有手信要我带给嫂嫂？去过相府之后，替副帅到左卫上将军府上回几句话。去见他。这是枢密的意思。他毕竟是储君，副帅身为西府副二，国家重臣，不方便公开结交皇嗣。你就当是替我去的。可他若问及这边军中机要，我该如何作答？他问你什么，你就回答什么，如实回答便是。谢萧一哥体恤。
喜欢吗？你绣的。谁让本郎君娶了一个笨娘子，一件嫁衣从年头绣到年尾，始终绣不成。若本郎君不亲自动手，怕是这辈子都讨不上婚嫁了。怎么了？看看。没事。哎，你躲什么？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傻子。疼不疼？不疼。屁。我父王命，请吴兴郡公入宫。宫中出何事了？水小公，大王不遇，末将奉丞相七郎君君命，请水秀公入宫，托付大事。快备马。诺。七郎还召谁进宫了？还请了袁相公。没了。七郎君还召了谁？除了相公，还有吴兴郡公。大司马胡令公为朝纲之首，国有大事，岂能不得询问呢？此非老奴所知，还请袁相公看在两代大王的情分之上，随老奴入宫。大王和七郎君此刻还在咸宁院中等候相公。父亲，水丘招劝出府了。皇威3刻之前，出了子城，去了袁德昭的府上。坐下。皇上，何承训和黄威出了宫，召了水丘，召了袁相公，没有召父亲，此事大异寻常啊。换个大王而已，有什么可大惊小怪？又不是没换过。水秀公，袁相公，大王呢？郎君此事做得不妥当，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，请郎君出命，召武令部和大司马入宫。去请武令公和胡令公入宫。郎君，武令公与大龙君父子，一个是宗室之首，另一个曾掌南衙兵权多年，在秦宗亲为6都中颇有人望。胡令公更是早年间追随老王骑兵的元戎丑将，有去无救，遍布军中。如今大王不遇，诸位许愿敌我难明。此时让2位令公进宫来，大事恐生变故。末将为郎君妻，此刻一动不如一静。
大王醒了。皇兄，本打算多撑些时，将朝局打理清楚，也好让你省些气力。谁知竟是不能了。六哥尽管安歇，歇养身子。朝中之事，有弟弟和众位宗亲、相公在，再出不了大事的。即使齐郎心中久翁于相公，故便将齐郎托付于二公了。臣家世受过恩，敢不尽忠节死，以报大王。阿郎，终究还是负了你母子了。大王，你嫂子也是个苦命人，阿郎也是个附着的，今后都是你的事了。六哥放心，弟弟定会奉养嫂嫂与阿郎，定不是一时有缺。就我相公，故还有些提及话要与七郎交代。臣告退。你们母子也到外面等候吧。呵呵呵呵呵。你要杀胡金丝吗？父亲啊，真的不给沈城里传个信儿？你没当过兵，所以才会有此疑问。拿出来。啊？我。你若是不敢拔刀，沈城里他们就是来再多的人，便也是多添些人头。你若是自家能将刀拔出来，沈城里他们便是一个不来。六郎也好，七郎也罢，也奈何不得你。
生无定时，死无定朋。大丈夫便当如此。你若还想借重虎进寺，今日之事便不该撇开他独行其事。你若不想采用他，今日便该拿了兵符，调亲卫秦从督的兵去杀了他。如今托孤弃命之臣里，有水丘，有袁德昭，却没有他。他与你没有推戴册立之恩，群臣之中又分了远近。今后这个王位，你如何做得稳？胡令公有跋扈之状，却无逆反之情。天下纷纷百年，自杀父陈世爵，诚然足以戒绝。可阿王、父王、王兄坐镇东南几10年，保境安民，为的不就是拨乱反正？咱们五岳，并不是中原。桃花源，你如此有意欲扩，手术反复，祖宗大夏的基业，我如何敢安心交到你的手上啊！王兄，王兄。王兄，起来！王兄，知上，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旧日七郎，你肩上挑着一军13州，数百万军民，你是东南之主。是五岳的王。有3件事，你要记牢。臣提恭听。朝政的事交给袁德昭，但是个近身人，万万出不了大乱子。虎进寺，你去。我想让他长军，要不忍杀他，便要加恩，把他做相公，列明在袁德昭之前，可他入朝不去，建立上天的恩典，面子上的事要做足了，大可欺负。让为都统军师长，内压兵权，王都的防务交给水丘，让他们互相牵制。互不统属。该久了，
准备封侯学的品尊，让他风风光光的把婚事办了。我这一辈子，母子兄弟之情，不义之义。您真知得今节我去了，母呀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王兄。去，几万里大江奔腾，几万里战马嘶鸣，几万里此情无声，几万里陌上花开，几万